在古代苏美尔、阿卡德以及巴比伦的神话中出现过一群神秘的存在，他们被称为阿努纳奇。这些神奇不仅存在于苏美尔神话里，在某些古代文献中甚至还被简要提及。关于他们的记录来自许多古老文献，但由于翻译差异以及漫长时间的流逝，这些资料中的信息往往变得模糊，甚至互相矛盾。目前关于这些神奇最完整、最详细的描述来自古代苏美尔的泥板文献。考古学家在苏美尔地区发现了大量泥板，上面刻画着一些奇特的存在。在考古学界，这些形象通常被称为有益的神或有益的守护者。在深入讨论苏美尔人对这些古代神奇的认知之前，我们也可以看看另一部古老文献中的相关记载，那就是圣经。在创世纪第6章第4节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描述，当时地上有巨人，后来当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儿们结合，并生下孩子时，这些孩子便成为古代的勇士，赫赫有名的人物。经文中还提到，这些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丽，就娶她们为妻。在一些版本的翻译中，这些存在被称为堕落天使。那么什么是堕落天使？从字面意思来看，他们就是从天而降的存在。这种描述不仅出现在圣经中，在另一部古老文献以诺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以诺书甚至详细列出了36个从天而降的存在，他们决定违背上层命令降临地球。他们来到人类世界，与人类女性结合，并因此产生了不同于普通人类的后代，其中就包括传说中的巨人。在圣经中，这些巨人被称为亚纳族。在民数记中记载，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他们遇到了这些体型异常高大的族群。经文中说，亚纳族是巨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那些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的结合。关于阿努纳奇这个词的含义，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著名作家西秦曾提出一种翻译方式，他认为这个词的含义是从天而来的人，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这个词更可能指的是王族血统或者贵族后裔。而与此同时，我在研究外星文明可能与人类历史有关的线索时，也得出了类似的信息。最终我们发现，两条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竟然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一些研究者甚至提出一个更加惊人的观点，古代阿努纳奇的形象可能与爬行动物性生命有关。他们认为这些存在的生物结构与人类不同，血液中含有铜元素，因此呈现出蓝色。人类的血液是红色的，因为我们的血液以铁元素为主。正是这些关于蓝色血统的传说，让一些人相信，在远古时代，地球上曾经存在过一个与人类不同的统治族群。一些研究者甚至把这种蓝血统的时间线一直追溯到欧洲的法国、德国以及周边地区，因为在很多说法中，这些所谓的蓝色血统后来进入了欧洲王室体系。历史研究者劳伦斯·加德纳等人曾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某些王室血统可能与更古老的蓝血统有关。他们把这种联系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并认为所谓的蓝血统可能源自一种被称为爬行动物型的古老族群。当你开始在一些书籍或网络资料中研究这些话题时，经常会看到一种说法，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一条特殊的血统，一种被称为爬行族王族的基因血统。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血统至今仍然存在于某些王室家族之中，而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阿努纳奇。根据苏美尔人的记载，人类从阿努纳奇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其中就包括天文学。古代泥板上刻画着太阳系的结构，甚至描绘出了多个行星。最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些图像似乎还暗示着一个第10颗行星。据说这颗行星围绕太阳运行一周需要3600个地球年，它的轨道非常巨大，而且呈椭圆形。当它接近太阳系内部时，就会掠过地球附近的区域。想象一下，如果仅仅是月球，一个只有地球1/6大小的天体就能够轻易影响地球的潮汐，那么一颗巨大行星如果从地球附近掠过，会造成怎样的混乱？1983年12月30日，华盛顿邮报曾刊登过一条引人注意的报道，标题提到，科学家发现一个神秘天体，它的质量可能接近木星，而且距离地球并不遥远。但这个天体究竟是什么？当时的天文学家并不确定。一些研究者指出，现代天文学的观测确实发现了某些异常的引力现象，这些现象暗示在太阳系边缘可能存在一颗尚未被完全确认的大型行星。在近年来的观测中，
天文学家也发现了一颗远离太阳、体积比冥王星更大的天体，它距离太阳的距离甚至比冥王星还要远得多。于是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这颗神秘天体会不会就是古代文献中提到的那颗尼比鲁？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他们为什么来到地球，那么就必须回到苏美尔泥板中的另一段记载。现代科学认为，像我们这样的现代人类出现的时间其实还不到20万年，而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也就是拥有城市、国王以及社会组织的文明，一般被认为是在大约6-7千年前才出现的。所以当人们看到苏美尔王表中记载的时间线竟然可以追溯到26万6千年前时，很多人都会感到震惊。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件文物本身并不是后人随意编造的故事，它被刻在整齐的楔形文字泥板上。在那个时代，人们不会仅仅出于娱乐或兴趣，就花费巨大的精力把这些内容刻在石头或泥板上。这些记录在当时被当作真实的信息、真实的数据和真实的历史。如今，这件著名的文物被收藏在英国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中。在苏美尔的计时体系里，有一个单位叫做萨尔，大约相当于3600年。例如，在王表中记载的第一位国王阿卢林，据说统治了10个萨尔，如果换算成人类的时间，大约就是3万6千年。当研究者仔细查看苏美尔王表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王表后半部分的国王名单其实与后来可以被历史证据验证的国王记录高度吻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后面的部分是真实历史，那么前面那些极其古老的记录是否也可能隐藏着某种被遗忘的历史？一些解释认为，这些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阿努纳奇最初来到地球的时期。在某些理论中，他们大约在25万年前开始对人类的基因进行改造。按照这种说法，人类最初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成为一种劳动力种族。在这些传说里，阿努纳奇内部存在2位重要人物，恩基和恩利尔。恩基常常被描述为相对友善的一方，而恩利尔则代表另一种立场。据说正是恩基改变了最初的计划，他让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人类具备了繁殖能力，而在此之前，人类只是被制造出来的劳动力个体，他们被设计成无法繁殖。这样一来，当一批劳动力死亡之后，就不会形成新的种族。类似的记载不仅出现在苏美尔王表中，在古埃及的一些王表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线索。例如，古埃及神奇的统治年代被认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万年左右。在这些记载中，一些神奇据说统治了古埃及世界极其漫长的时间。如果这些所谓的神奇真的拥有数千年的寿命，那么对于普通人类来说，他们看起来就几乎像是不朽的存在。按照泥板文献中的记载，当这些神降临地球之后，他们统治了地球数千年的时间。类似的故事其实不仅出现在苏美尔文献中，在一些诺斯替文献和纳格哈马迪文库中也可以看到几乎相同的叙述。这些故事中提到，人类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被奴役，人类必须服从，不要思考，更不能意识到现实背后还存在另一种真相。在伊甸园的故事中，有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场景，记载说人类被特别创造出来，在花园里工作，但在某个时刻，为了让人类遵守规则，那些所谓的神把人类召集到他们面前，在他们身后是闪闪发光的战车。文献中就是这样描述的，他们让人类在他们面前宣誓效忠。这一幕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在那一刻，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类，用恐惧来控制人类，而通过这个誓言，人类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誓言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从未真正摆脱这种控制。如果人类真的是通过基因改造被创造出来的物种，那么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处在某种外部力量的操控之下。而历史中最讽刺的一点是，人类常常跪在那些站在面前的存在面前，把他们称为神，但也许他们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神。当我们回顾现代文明时，总以为自己已经进步了很多，但不要忘记，人类文明的摇篮在苏美尔，而许多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体系，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比如时间的计算方式，1分钟60秒，1小时60分钟，1天24小时。再比如城市规划、排水系统、街道布局、建筑结构，这些概念都可以追溯到古代苏美尔。甚至连成文法律体系的基础也可以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找到源头。像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人类最早的成文法律之一。
同时，苏美尔还出现了货币体系的早期形式，以及社会角色的分化。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开始被明确划分，一种类似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也逐渐形成。因此，我们今天生活的许多制度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古代苏美尔。如果我们稍微换一个角度来看历史，假如苏美尔文明并不是教科书里所说的6、7千年历史，而是一个可以追溯到25万年前的古老文明，那么事情看起来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观点中，有人认为是那些所谓的神建立了这个文明体系，也有人把这些存在称为执政者或统治者，他们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并让它在漫长的时间中持续运作，形成一种几乎看不见的统治结构。在这种体系中，货币成为一种极其强大的工具。通过货币体系，少数人可以决定谁能够生存，谁会陷入贫困，谁拥有资源，谁又被排除在外。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套公平的制度，但实际上，它非常容易被少数权力结构所操控。在这种体系下，一整个星球都可能被这种结构影响，而少数人则获得了远远超出正常范围的控制力。于是，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一切的源头真的可以追溯到远古文明，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到底是谁建立的？